跟我走吧，我是乐群，今天带大家去钓鱼。真的假的？好，拉一下，这里有没有断点切开就好了。鱼鳞打的话，那鱼体的伤害会很大。好，取开。大的！哦，出！没有，好肥哦！观赏影片前，请帮乐群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还可以加入会员赞助我们的频道哦。跟我走吧，虾皮商城正式上线啦！赶快来逛一下吧！この番組はラサミヤ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超大的。好了，我直接把鱼牵上来吗？可以啊。好来，一只抓嘛，起来，加油，起来。等下旁边大哥说啊，你看那鱼搞我乱小。来要抬吗？好，走。哎呦！哦，哇，好多！很大哎。等下最大那个来看一下有多粗。很大哎。那一条花肥，这是那个是淡水苏梅是吧？真的有点大。哎呦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这一只嘛最重了。对啊，是它。这只嘛。它是鱼吗？它真的是啊！很跳哎，很跳！太肥了。怎样看呐？多重？我要看哪里呀6斤多。啊！它不跳嘞。没事。郭师傅，你有杀过这么大的福寿鱼？哦，这是第一次遇到哎。我们说实话，这个因为我们要带回去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因为它是吃嗲巴的嘛，所以我们要把那个内脏是要做简单的处理，还有让它尽快不要那么大的挣扎。所以就是第一个是放血，不要这么大的针。对，第一个是放血，第二个是放血是因为我们在回去的过程中它会把那个排除掉，它味道就会不错。来，看到了哦，从这边下一刀因为福寿鱼它的只要下这边一刀，轻轻的就好了，它就开始排血了，有没有？排血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要断它的那个头部，切它的鳃吗？对，这里有一个小排血孔，在这里可以，这里这里排血掉，它血就会开始流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，鱼鳍很危险，鱼鳍下来这边不是有一个断鳃这个点，注意看鱼头这边，我这样切除这样子，从这里切除掉它多余的鱼鳞，就看到这位置了，一刀下去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好。到它这个中骨这边不会，这边有没有？不会有那个的地方，就是它血跟排血嘛，到中骨那边不会产生所谓的那个断点的地方，拉一下，这里有没有断点切开就好了，这样子它鱼肉呢，等下我放在盐水里面的时候会排血，臭味会不见，然后呢顺便盐保护住它，因为我们考虑到它肚子里面还会有一些饲料，有没有？对。我们也不要打鳞记住我们鱼鳞不要打，鱼鳞打的话那鱼体的伤害会很大，取开。哇，它想
坡度。我靠，这个刀真厉害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它油脂很多嘛，哎，其实它没吃什么料。好，它这边就稍微这样打开就好了。好，这些油脂我们带回去台北，内脏可以处理。然后我们就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泡在盐水里面，我打开是让它温度排出来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有一个地方是因为我们刚下刀的时候，这边有一个胆，你在掉的时候胆这边破掉，有没有？这里。绿色的。对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先把它处理掉。哇，你刚刚切到胆。很油，对，切到。哇，那这样处理掉，还是心脏那么大一个。处理掉就好了，处理掉就好了。然后继续，我不要再往上走，因为心脏它现在还在这里，接下来泡到盐水里面来。盐水你盐先给它融化下去，对，多点没关系整包了，对，都下去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加冰块，盐水啊，那我就热完就可以了。好 ，OK。这样它血都会流到水里面去。对，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，等一下冰块下去，水不要太多，倒一点水掉。对，现在是盐腌制的过程中，让那个鱼肉更好吃。所以那有点熟成这样，应该叫做转熟啦。转熟。对，因为你利用盐水的状态下，它不好的东西太排掉了，然后外面层层盐的腌制，让肉的口感更好。再看一次。创节点，塞下来。罗非鱼它的创节点就在这里，就过来的地方，这边下刀就好了，血是出来了，轻轻的，轻轻叼一下。对，叼一下就好了，不要多接下来，哇，马上流血，哇，好多。对，来抓起来，来注意看这个鱼鳞的地方，这要小心因为它还活着，所以鱼鳞地方削开你会比较好下刀，才不会切到自己很简单，下来的一指幅的地方，轻轻的下刀。我靠！对，下刀过去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断骨，就给它过去就好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你这样子放住的话，它就不会再继续消耗它的那个，你看它鱼肉就会保持很鲜活的状态。控制住它就好了。它这样就没感觉了。对。哎，肚子你不杀？我想说，因为一般来讲，我是觉得它要保留回去啊，因为回去我不会处理。内脏只有你会吃啊。所以后来就是内脏可以去除掉。看这一刀会切到哪？没有但是它吃很多饲料，所以你要从这边连它的肝拿下来，好定。它要肥美，好不好？好，过去。它现在还会张嘴，但是没感觉。对啊，没感觉。沙色其实很怪啦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沙生长得比较长得海边比较菜一样。它是食材啊，是在你我是感觉它是沙生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感觉它在料理。不是，我这是食材，这是食材啊。要不要自己试一试？不好切到手，它那刀太利了。对，很危险，没办法，一般人不会用。告诉我们这样子泡只要泡多久？那泡等一下我们要打冰块。低温回到台北之后刚刚好3个小时左右。正常泡3个小时。对。然后你回去的时候要小心，就是说冰块要够，水不要太多，冰块多一点。利用新的盐那低温瞬间把那个油脂凝固起来。这个概念是算是有点微熟成这样子。对，应该是说你现在把内脏拿掉就不会有臭味的问题。对，然后血也放掉，还有它不太会挣扎，处理完。回去在冰水过程中盐会慢慢腌制嘛，然后它鱼肉越来越好吃。没有经过盐处理的话，你会吃水的。你知道吗？就暖。对，接下来你像这个状态回去，对不对？盐水脱完它的黏液，还有让它全部收之后，会比原来更好吃。好，等一下冰块下去之后，叫冰地的过程，味道更好。这样是很棒的。阿红现在自己试试看啊。应该会中毒啊，应该是会切到自己的手。我们现在鱼已经处理好了。对。它现在慢慢的还是有在放血什么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去买冰块，然后回台北处理给大家看。对。最主要是冰的过程，你回去的路上它会越来越好吃。
盐腌制再加上冰处理啊，它甜味会比现在还要。但最多就3个小时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放6个小时也没关系，你只要有冰块要多，最主要是要。它不会点不动，不会很咸。不会，像这种，因为我鱼鳞没有打。哦，所以它吃不进去，它只会从肚子进去。但它会从没有肚子也不会进去，但它会释放那个脏东西出来。哦，一直排，因为利用它的密度差，就有渗透压的差别。对。哦，我们还是有念书，会好吃很多哦，会好吃很多。OK， 好啊。你需要做料理的话，你带过来我店里，我直接帮你做。好 ，OK， 赞。谢谢郭师傅。明天去郭师傅店里面吃鱼。谢谢乐群。明天去了就不用回家了，明天对啊，你就不会想回家，你会直接上楼打麻将。对，哎，可以哦。你们会等到礼拜一哦。明天，因为这鱼的油脂非常丰富，对，怎么料理都好吃。凤林8号这个巨物池，希望下次我们有机会再来挑战，看有没有钓10斤的。你下次再拉的一条装满它。有点夸张，是钓不干的。但是这真的很大只。然后你接下来你要怎么料理冻起来？因为你前面有盐腌制，你冷冻下去之后，你的水分会跑出去，这味道会更好，不用担心。有，所以冷冻会比新鲜时更好。好，各位，希望下次我们在郭师傅家见啊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拜拜。拜拜。这边有一个小断点，看到吗？好，这是断了哎。这个鱼头怎么可以切得这么轻松啊？没有。这刀子厉害吗？来，你注意看。因为上次它已经切断了。那边切下去的这边是不是脑？对。脑角。所以脑角的时候，它马上阻断它的 ATP 的运行，所以不会酸化。所以因为它要消耗 ATP 的时候，就把它阻断掉了。这是在那个绞杀的时候。那这样杀海鱼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杀吗？可以，只要活的时候才可以做。这其实跟活地的意思是差不多，对不对？通常有3种地法活地、冰地，还有我们叫做绞杀。我以为你要讲歪一边去了。活地、冰地